大家好，我是大伟。古人啊都非常重视拉筋，咱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筋长寿长”，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反过来以后又是另外一个意思，叫做“人老筋缩，筋缩人弱”。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个人老了以后，如果你没有注重拉筋，那么你的筋就会缩短。筋缩短了以后，他慢慢的整个人就会怎么样？慢慢的蜷缩下来，就会变得很弱。所以呢，一个人特别是中老年人，想要自己的身体啊棒棒的，想要自己啊变得很强壮，整个体态非常的好，包括你的整个运行的一个状态，就要去拉筋。拉的不是筋，拉的是你的经络。所以呢，今天我来分享一个道家非常厉害的拉筋方法。这个方法叫做拿手，可以说甩手10次不如拿手这么1次。所以拿手这个动作，你跟着去练，跟着去做一遍，你就能掌握到其中的一个核心，就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开始练习拿手了。那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一起来看动作内容。拿手这个动作呢并不难，有一套口诀，大家一定要记住几点。首先第一个是五指张开，整个手掌啊要打开来，然后呢这个手掌要折起来，看到没有？无论朝哪个方向，这个手掌一定要把它折起来。最后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手肘啊要撑得直直的，你不能说做到某一个角度了，这个手肘就弯下来了。所以呢，我们综合来讲的话，是五指张开，手掌折，手肘直啊。把这几个讲好了以后，我们再听一个经常听到的词，叫做腕口，手腕的口称之为腕口。那么腕口一般朝哪个方向，我们的手就朝哪个方向去做。好，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动作啊。那么我们首先做起始姿势，你看腕口是朝后侧的，手折起来。好，然后我们慢慢的把手开始旋转，腕口朝向前侧，腹部收紧，整个胸口挺起来。然后你看腕口朝前，手就朝前慢慢的往上举，举到和我们的肩膀平齐了以后，腕口慢慢的转向外侧啊，你看转向外侧，转向外侧以后，再把它慢慢的向外侧打开，腕口朝外啊，手往外侧打开，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叫开窗户。你看手朝外侧打开，就像开窗户一样。很多朋友开到头了就发现了，有的人啊是手开始怎么样揪在一起了，有的朋友是手肘一下弯起来了。你记住，这叫做抻筋啊。我们尽量的保持什么？手肘伸直，手腕折起来，手掌张开，然后保持一会儿。你即便啊很难忍，你稍微忍受一下，1到2秒钟以后转，腕口朝上，开始向上并拢。并拢了以后，你看并拢还没结束，手要往上撑一下，你看撑上去像顶着一个大石头，顶上1到2秒钟，腕口朝外，朝外了以后，你像拖着这个天的感觉啊，你看天要塌下来了，你拖着它往上去撑啊，撑上1到2秒钟，慢慢的往下，这就散功了。腕口朝下，腕口朝内，腕口朝下，散功。好，做完一遍以后，把你的手握拳，稍微的活动一下，因为整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前胸后背手臂都在怎么样撑开来。你只要跟着做，你都会感觉这些以往你不怎么用到的一些筋都开始撑开来了。所以这个动作就很多人说啊，我做上拿手一下，比我以前甩上这个甩手啊甩10几下20下都要来得好得多。这就是拿手。那么拿手这个动作呢，现在所有的朋友啊，你掌握了以后，你就把手机放下来，我带着大家做一遍，做一个正常速度的，你们参考一下。先是起始姿势，好，来腕口朝前，慢慢的保持住，往上举，1到2秒钟，腕口朝外，慢慢转开来，好，开窗户，慢慢的来，这个开窗户不要着急，头往上看。头往上看，开来，打开到你的极限，保持1到2秒钟，转，腕口朝上，向上合并。好，到了顶部以后，手往上推，像顶着一个大石头拖着它，不让它砸下来，腕口转向外侧，转到你的极限，把你的胸背都挺起来，拖着这个天的感觉往上撑，1到2秒钟，慢慢的放下来。好，腕口朝内，
3弓，腕口朝下3弓。好，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拿手啊。做完以后自己活动一下手臂，活动一下你的后背，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你想把背这么弯着，你都会发现不舒服。所以呢，大家把这个动作学会以后，每天做上一个3遍到5遍就行啊。拿手3遍到5遍，每天坚持去做，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上半身的经络都打开了，整个筋撑开来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大家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因为里面的细节非常的多。同时，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腰酸腰胀，整个腰背部的劳损非常厉害。我相信很多人都遇见过这种情况。而且呢，年纪越大的人腰背部的劳损往往就越来越厉害。那么其实从人体的结构性上面来讲咱们的人体呢就相当于有很多的小绳子给它组成。那么这个小绳子如果说它变紧了、起结了，那么整个人就会感觉非常的难受，也就是说我们出现了一些劳损的感觉。那么如果这个绳子它给它松开来以后呢，这个人就会感觉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轻松。那么今天给大家来讲一个公认的拉筋之王。这个动作就可以很好的解开我们腰背部上面的这些小绳子，让我们的这个腰背部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从而以后整个人的腰背部就会感觉非常的轻松，很舒服。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呢，这个动作它是一个侧拉式什么叫侧拉式呢？就是人往一边去歪。我们做这个动作之前先要记住我们的2个腿分开来。分开来以后就意味着把我们的骨盆给固定住了，同时双手大家看交扣在一起交扣在一起，在头顶举好，往一边去歪歪完以后注意看这个动作就像什么呢？像章鱼一样就像游泳一样，看往上去撑，哇！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这么一下的时候特别的紧，你会感觉这个腰上面这个绳子就被你这一拉就给拉开来了。那么我们来做3下看，先弯腰到你的极限，好，来开始，1、2，哇，非常紧3，我相信很多朋友只要跟我做一遍，你就会发现这个紧是真的紧，你会感觉到平常在一个姿势下面你是感觉不到这种紧的，只有在我们特定的姿势下，你才能感觉到这种紧，才能发现自己身体的不足之处。那么通过这个挣脱呢，就能让你身上的这个绳结给打开，让你的筋被拉开，从而达到一个更好的经络状态和一个气血状态。我们一边就做3下，好，然后我们换到另一边同样的弯腰，你看在这样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侧边已经到极限了。在极限的状态之下呢，看1，你看，你别看左边就比右边明显轻很多来2、3，好，大家记住在到顶的时候，你感觉筋被拉得最紧的时候，我们往往停顿大概在0.5秒到1秒左右然后做完3个以后回身，好，再往另一边去倒到你的极限，好，1，哇，2、3，大家看我面部狰狞的样子其实这个动作你们只要做起来，只要在颈的那一侧你去做，那真的是非常的累你就感觉你会用浑身的力气把这个身体上面这个绳结给它打开来非常的累。你看做完以后头上都有一些微微的出汗。那么大家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我们一般来说往左往右算一组往左边做3下，往右边做3下，然后我们每天去做一个3到5组的这个样子我们的这个腰背就会感觉非常的轻松。那有的很多朋友体质比较敏感，他做1组以后就感觉整个腰背就轻松下来了，包括整个胸背都变挺了。你们自己可以去试试看，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好用，非常神奇对于一些经常久坐的朋友在办公室里面经常待着的长期有些朋友做家务做的比较多的，腰背经常劳损的，你就把这个动作当成一种日常的锻炼来做非常的好。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击下方的赞，给大伟一个超级赞。同时关注我的视频有问题在评论区下方可以留言。好，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古法拉筋技术。那么这门技术呢，是源于茅山的一位道长有缘传给我的。那在这里呢，咱们这个频道里面没有秘密，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出来。这门技术呢也叫做长寿功，
也就是说，你在进行拉筋的同时啊，它会让你整个人的气血啊，包括你整个人精气神呢，会更加的舒畅，会把它释放出来。拉完以后感觉非常的好，可以有效的帮你预防肩颈上面的问题，同时打开你的肌肉当中的一些结节。好了，咱们先说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做，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咱们首先啊，在这个腋下我们用手去按住，按住了以后呢，咱们把手呢去往外去进行一个推拉，像我一样啊，去进行一个推拉。大家看一下视频啊，不同的角度给大家演示一下。往外去推，手呢一定要去按住，在推的同时呢，手要往回带一带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从解剖学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就把里面的神经，包括这个血管都给它进行了一定的拉伸，当然还包括了肌肉和筋膜啊。所以我们去这样去做大概10到15下。你们刚开始做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呢？手在推的时候手会麻。会有那种麻麻的感觉，这都是正常的现象。我们侧着推完以后，我们要开始往斜上方45度角去进行推。那手呢，也依然是，大家注意我的这只手的手啊，依然是往下去拉，一定要和它是处于一个平行的啊，平行的，就像去这个拔河一样去拉啊，咱们去这样去推。推完以后呢，再推头顶，头顶也是去这样去推啊。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整个胳膊啊是送出去的这种感觉啊，大家去练一练。那么这个方法练完以后啊，练完以后活动一下你的肩膀，你就自己随便这样活动一下，你会感觉你整个这个从半边的这半边我画的这个区域啊，整个半边全部给松开，而且效果非常快。练完以后立马就能见到明显的效果。左边做完以后呢，咱们做右边，右边也一样。但是我做右边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这个手啊，明显不如左边啊。也就是说，我做的时候，我的手从这个有一根神经是从腋下一直麻到我们的这个手掌啊，会有一点，我会有这种感觉。而且这个麻的时候还伴随着一点点是微微的刺痛的感觉。那这种感觉呢，也是正常的。大家做的时候，如果有这种感觉的话，就证明你的肩颈啊其实是有一些不通顺的。所以我们在理的时候呢，就能让你的这个肩颈啊变得更通顺，血液循环呢变得更好。那么随着你的这个牵拉的次数慢慢做，它这个感觉就慢慢消失了。咱们做10到15下，做完以后45度角啊，再开始做。啊，一定要去往上推，胳膊往上送，最后头顶啊，咱们开始做啊。好，做完以后活动一下你的这个肩膀，看一下感觉是不会欺骗你的，好吧？这个动作可以帮助你去拉长你的筋，保护你的肩颈，然后助你长寿，好吧？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咱们这个频道里面也没有秘密而言，我只要认为是好的方法，验证过的是可信的，咱们就统一把它给分享出去，让大家都在这个方法当中能受到一定的好处。好，那个大家关注我吧，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可以给你带来帮助，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腰。我们之前呢做过一系列的视频，就是讲过腰部的一些小的运动以及一些伸展。那我们今天讲的呢就是一个腰部大的一个伸筋动作。那这个动作呢是由我们中医里面正骨的动作衍生过来的。那这个动作我们每天经常去做，它可以去改善我们这个腰部的一个劳损，以及可以去缓解腰椎间盘突出就是过了急性期的这么一个症状。所以这个动作呢被广泛的运用，它的效果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首先呢，我们找一个地方咱们躺下来躺下来以后呢，咱们要把这个腿给它，你看这个腿呢要给它一弯弯过来。那么弯到这里以后咱们要把这个手把它这个腿往外拨一拉，然后我们的另一只手呢要成为一个大字形往外侧扩张。我们要让另一只手的肩部完全的贴在我们这个地面上面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那这么去拉的时候就是咱们这个原理就像拧毛巾一样咱们把这个毛巾拧起来以后这个脊柱呢它其实也是处于一个被扭曲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以很好的去把我们脊柱的深层肌肉一并给拉伸了。我们再来演示一下躺下以后咱们把这个腿往这边一拉一拨，这个手一压，那这个手呢往外打开，
那么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手啊轻轻往下压就可以了。那我们的腰部和臀部就会有很强烈的拉伸感。好，我们保持住大概5到10秒钟。好，慢慢的，然后你会发现啊，随着你保持的时间越久，你的这个腿啊，从一开始碰不到咱们的这个地面啊，慢慢的，你看这个腿就开始能碰到地面了。好，拉完一只腿以后，咱们再来拉另一只腿啊，把这个手啊，你看一拨，把它拨过来。这个呢，这个手呢，手心朝上啊，手心朝上，慢慢打开。那这样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拉伸。好，我们保持住5到10秒钟。我们可以配合呼吸啊，慢慢的、缓缓的吐气，然后吸气，再缓缓的吐气。好，然后我们做完以后再拉一遍，就是每天啊，咱们拉的时候一定记住啊，大概在4到5遍左右啊，左右4到5遍就可以了。好，然后再拉另一遍。好，在拉的时候啊，咱们这个一个重要的指示啊，就是咱们腰背部一定要有一些拉伸感。那很多人他做的时候，他这个腰背部没有拉伸感，他的拉伸感在屁股上面，这都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呢？这个啊就相当于什么呢？你屁股上有一个结，它必须要把这个结啊慢慢拉开来以后啊，它这个力量才能传导到我们的腰椎上面。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就经常去做就好了啊。腰椎间盘突出你也可以去做，但是急性期的时候不要做，就是非急性期啊，怎么去做就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希望今天视频讲的内容啊，咱们腰部的内容啊，可以帮助到大家。咱们以后呢，腰部内容就出一个系列，从锻炼到拉伸啊，再到我们这个自我的一些康复和按摩。好，那么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帮助到大家，大家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动作啊，非常简单，每天去做呢，可以去帮助我们改善身体的代谢能力，加快血液循环速度，同时可以减少咱们内脏的一些压力。那么这个动作是什么呢？非常的简单啊，给大家拿个小木人先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咱们平躺着啊，把它平躺好了以后呢，咱们找一个墙啊，只要把这个腿啊给它敲起来，就是这个是墙，把这个人呢就躺着，腿就敲起来就可以了。那么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能带来哪些好处呢？首先啊，我们刚刚讲的，你看。这个腿敲起来以后，它拉着咱们后面腿部的一个经络啊，那么这个筋呢，首先会被打开。第二个呢，腿在敲起来的时候啊，咱们这个血液循环啊，代谢会变好，代谢好了以后，它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啊，减少脂肪，排除湿气。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在敲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腰部啊，它会处于一个微微的往上翘，它会对我们的这个腰椎啊。加大我们腰椎间的间隙，给我们神经留有一定的空间啊。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咱们这个腹腔，也会有很好的帮助。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日常站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内脏啊在这个肚子里面，对吧？当我们在进行日常站立的时候呢，整个内脏啊它会往下坠，受到重力影响往下坠，那底下呢完全是靠咱们的盆底肌把它给兜着。那日子久了以后啊，盆底肌它就会出现一些劳累啊，表现的症状可能会出现尿频，或者是有一些漏尿啊，或者是男性可能前列腺上面出现问题，或者有一些痔疮啊，都是可能是咱们受到压迫啊，这种压迫可能和姿势不良、肌肉力量不好都有关系。那当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看一看啊，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就这个内脏啊，它的压迫的这个力量从这边就已经给它减轻了，对吧？减轻了以后，全部压在哪？全部压在咱们的腰上面。那腰呢，又处于一个这种样的一个状态，它就可以很好的帮助你把椎体间的一个间隙给打开。它需要一个从上向下的力量，把椎体间的间隙打开啊。所以这个动作你去做，然后双手啊，可以的话可以放在这个咱们双手放在这个腹部，像小人一样放在腹部啊，在腹部进行做的时候一些揉动，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这个肠胃吸收、肠胃消化，促进肠胃蠕动都是很好的保健方式。你也可以手打开，啥都不做，就把腿单纯的敲着头呢在躺着时候呢，可以在颈椎下面垫个小毛巾干嘛的帮助我们恢复颈椎的曲度。所以这个姿势看似简单，里面蕴藏的玄机咱们内行懂
啊，外行呢这没关系，研究出来的东西不用知它啊什么所以然，对吧？你们大概了解原理以后，照着去做。每天做多久呢？一般做5到10分钟啊。如果刚开始做久了以后腰酸腰累，你在腰屁股这边垫个枕头啊，腿呢刚开始伸不直，腿就可以弯一点啊，都可以的。好，这个方法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特别适合于年龄在40岁往上走的这么一类人群。如果你是中老年人啊，那也每天可以做一做。我推荐的就是第一个，大家那个拍手功是中老年人做特别好的。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动作啊，非常好，也非常简单。你找一个墙往上一靠，屁股上面啊难受垫个枕头，啊，非常好，对哪里都好啊，腰腹啊血液循环都好。好了，那咱们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这个视频啊能给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带来帮助啊，感觉身边有需要的话，可以把视频转发出去啊。好了，那谢谢大家啊，我是戴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啊，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古法拉筋的下肢拉筋技术。我们之前讲了上肢的拉筋，反馈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很多人做了以后啊，感觉这个对自身的改善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咱们下肢的拉筋，它主要有哪些改善呢？首先啊，它可以帮助你活跃你的肌肉，激活你的肌肉。第二个呢，它可以给你的神经啊释放出更多的空间。第三个，可以帮助你通气血、活经络啊，改善下肢水肿的一些问题。总之，经常去拉，那么我们的这个腿部啊，它就会肌肉会非常柔软，非常放松，走路起来会非常轻松。好，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怎么去做啊。那么首先啊，我们要先拉我们大腿后侧的肌肉啊，那么我们要把脚啊使劲的往上去绷紧。哎，脚在往上绷紧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大腿后侧的肌肉啊有一根弦就被拉紧了啊。两只脚都这样去做，绷紧了以后，我们开始做什么呢？慢慢把腿往上抬高，抬高到你的这个大腿后侧啊有异常的这种酸胀感啊，就是说神经被拉住或者肌肉被牵拉的感觉啊。到这里我们就停住，停住了以后开始做什么？往外、往内啊，再往外、往内啊，去进行一个旋转啊。两只腿可以一起做，也可以单腿做，单腿做就是这样。保持住啊，保持住这个咱们这个脚啊要勾紧，然后内外内外，记住转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出现一转哎脚就松了，这样就没效果了，一定要保持勾紧啊，内外的旋转。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很好的把我们后侧的肌肉给完全的啊牵拉开来。同时在后侧肌肉牵拉或者说在我们转动的时候，我们会给神经释放出一定的空间啊，神经有了空间，它对于肌肉的这个信号传递啊，效果就会更好。然后第二步我们怎么做呢？第二步我们要把脚尖给往下啊去绷紧啊，大家看一下，往下绷紧了以后，然后我们要去转我们的脚尖，你看这叫小转圈啊。记住，一定是在绷紧的时候，你看我在转的时候，我无论是哪一个方向啊，我都有这种绷紧的感觉啊，我们就可以转，往内转啊，这样转15下啊，15下以后怎么做呢？然后大转圈怎么做？你看啊，脚往下，然后这个腿，你看，哎，腿往内回，啊，这个就是大转圈，大转圈是带着你的大腿一起转啊。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去牵拉我们的股四头肌以及我们的胫骨前肌肌群啊，在做的时候啊，可以把肌肉啊的分离度变高啊，让肌肉和肌肉之间呢有更好的这个活动的空间啊，增加肌肉的活力。那么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第一个动作啊是把这个腿翘起来啊，往前绷紧，去拉伸我们后面的这些筋。啊，然后呢，这个动作我们一般是做10到20下左右啊，根据自己的能力而定啊，因为这个动作每个人的这个接受程度不一样。然后呢，第二个动作呢，这咱们的脚尖要往下啊，去进行一个环绕啊，去进行一个环绕。那这个呢，小圈15圈，大的是带动我们这个大腿一起转动啊，这个呢也是15到20圈。啊，所以呢，大家根据自己的状态去定数量啊，数量这个东西啊，每个人状态不同，我们这边只能给一个数字作为参考
好吧？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这个动作长期练啊，可以帮助你打开你的肌肉柔韧性，也可以帮助你给你神经更多空间，是对身体非常好的一种有益的功，特别是中老年人做，对身体非常好。好，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帮助到大家，点赞评论，谢谢大家。